皇子，南宫欣就是故意的，他不过就是想让五皇子厌恶西西而已。这还没娶进门，就开始两面三刀了，其心可诛啊！这样的女子娶进门，家宅难安啊！妃子熙伸手去拉五皇子，他此刻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就是想要得到五皇子的疼惜。哪知道他刚刚伸出手，五皇子就像是被触电一样，赶紧侧了侧身子。你站着别动啊，别过来，刺重点，好好说话。五郎，你怕我？我是西西啊，纵然我现在毁了容，我也是五郎的西西啊。只要有了生鸡蛋，西西的容貌就可以恢复如初。五郎，不要这样对西西好不好？西西害怕。西西，跟本相先回去，别打扰了五皇子和王爷，看拍卖会的兴致。走吧。飞傲天做事就要拉妃子熙回丞相府，这个时候妃子熙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只会让人反感，离开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九王爷、王妃、五皇子，那西西告退了，等西西养好伤，再去府上找五郎。此刻妃子熙对于五皇子来说就是洪水猛兽，哪里还有一点点的爱意，恨不得他原地消失。那快回去吧，养好伤再说，没养好伤别来找本皇子，本皇子很忙。妃子熙离开时眼神狠瞪了一眼妃子笑。贱人，该死的贱人，贱人，等着瞧。见飞丞相带着妃子熙离开了，南宫欣惊魂未定地拍了拍胸脯。太吓人了，姐姐的脸真是太吓人了，今晚心儿怕是要做噩梦了。不过心儿还好，倒是苦了五皇子，以后整日都要面对姐姐那张脸，日日相对，午夜梦回时，不知道会不会吓到五皇子。南宫欣很有心机的给五皇子勾勒了一下画面感，他和妃子熙同床共枕的时候，他和妃子熙用膳的时候，他日日夜夜和妃子熙相对的时候。妈呀，太可怕了！哇的一声，五皇子竟然干呕了起来，捂着嘴巴起身就往外面冲。不行了，他要恶心死了，只要一想到妃子熙的那张脸他就恶心。不行，他不能娶妃子熙，他不能娶一个丑女人，他贵为圣王朝的五皇子，要怎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可能娶一个容貌如此瘆人的女人回府呢？他要退亲，必须要退亲，等拍卖会结束他就进宫找皇上，这个妃子熙他不要了。五皇子离开包厢去如厕，妃子笑就给玉峰使了一个眼色，让他跟过去再添油加醋一把。玉峰那沙雕的性格做这种事情肯定没问题，保证让五皇子怀疑人生，以后只要提到妃子熙就恶心，有心理阴影。房间里南宫欣扑通一声跪在了妃子笑的面前。南宫欣拜见主子。主子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他的王妃他自己保护，如果没保护好，那就是他这个作为夫君的失职。南宫姑娘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本宫不是你什么主子，心儿没有认错，您就是心儿的主子。心儿等了主子几年，终于等到主子了。话音落下，南宫欣拿出了一块令牌，上面雕刻一个妃字，欧阳菲菲，原主母亲的人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妃子笑才得知，当年原主的母亲治好了南宫欣的顽疾，并且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好好生活下去。南宫欣一家183口被奸人所害，而南宫欣从生下来体弱多病，就送给了一位高人收养，所以才躲过了一劫。之后南宫欣告别了师父，北上找仇家报仇。他血洗了仇家，但是顽疾发作，一身是血的倒在了雪地上。他被怀孕的欧阳菲菲救了，可没过多久就传来丞相夫人难产而死的消息，留下妃子笑一个襁褓里的婴儿。南宫欣也曾想要混进丞相府当丫鬟，暗中保护妃子笑，奈何当时华夫人选丫鬟很是小心谨慎，都是从熟悉的伢子手里买奴才。他好不容易混进去，没几天就被华夫人发卖了。后来南宫欣又混了几次，但是都没成功，他干脆留在了只隔丞相府一条街的春满楼，
当花魁，这一当就是10几年。就在这时，南宫欣伸手摘掉了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露出一张虽然清秀，但是明显已经30多岁女人的脸。南宫欣，本宫的仇本宫自己会报，不需要你牺牲。你离开五皇子，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。不，主子，南宫欣大仇已报，还有恩情未还，这是我活下来的意义。誓死追随小主子，这就是我的信念。丫头，人各有志，不必再劝了。正好你身边缺人，不是吗？妃子笑明白司徒寒的意思，也就没说什么了，并且让南宫欣明日去九王府找他。南宫欣的顽疾是哮喘，他摘下人皮面具的那张脸很是苍白，一激动就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。妃子笑从他轻微的症状就能断定他身患哮喘。是，主子。听到脚步声，南宫欣仔仔细细地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戴好。五皇子，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请太医啊？五皇子。之后玉峰就右手抬着一杯水，左手拿着一块毛巾，在旁边陪着五皇子。五皇子，那丞相府的二小姐毁容了，那容貌确实让人害怕。以后晚上您和她同床共枕，你是不是要戴一个头套啊？要不然低头看一眼，吓都吓死了，哪还有什么兴致啊？想想就瘆人啊！你说这容貌会不会遗传呢？以后您出生的第一个皇子，要是长得像妃二小姐，那就糟糕了。哎呀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玉峰越说越离谱，五皇子吐得更厉害了。他闭嘴！给本皇子闭嘴！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本宫缝了你的嘴巴！玉峰瞬间闭嘴了，再也不敢发出声音了。五皇子也再没有回天子房了，争分夺秒的进宫了。他要退婚，必须要退婚。皇上经不起五皇子母妃殷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闹，答应了。退婚了，五皇子要退婚。妃子笑，都是妃子笑那个贱人，我要杀了妃子笑这个贱人。妃子熙气势汹汹的来到九王府找妃子笑算账。九王府正厅，妃子熙一开口丝毫都没客气。妃子笑，你个贱人出来！你以为躲着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？滚出来！妃子笑。这时小蝶敲开了妃子笑的门。小姐，那个二小姐来了，她态度特别不好，在那破口大骂。小姐，二小姐，来者不善啊。妃子笑点了点头。五皇子退婚了，哼，这男人还真是渣得彻底。我去看看。小蝶，你在这里陪着南宫小姐吧。小姐，我不，二小姐太可怕了，她会伤了你的。听话，就在房间。妃子笑转身就去正厅了。你就在这儿吧，我去看看。放心，妃子熙伤不了主子，她没那本事。司徒寒只是让人暗中保护着小王妃，其他的事情交给小王妃处理。他家小丫头就不是会吃亏的主，有些仇需要自己去报，心里才能得到安慰。当妃子熙看到妃子笑走过来的身影时，直接一跃而起，就朝着他攻击了过去。他出手很绝，直击妃子笑的面门。贱人，你去死吧！当妃子熙提着剑直击妃子笑面门的时候，南宫欣出现了，他直接一掌朝着妃子熙劈了过去。只见妃子熙的身体突然飞了出去。妃子笑，你个贱人！南宫欣是你的人对不对？你让南宫欣这个贱人去勾引五皇子，就是为了让五皇子退亲。妃子笑，你真恶毒！恶毒吗？比起恶毒来，本宫怎么也要逊色你几分。妃子熙，被退婚的滋味怎么样？被背叛的滋味是不是也特别的不好受？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你慢慢受着吧。妃子笑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贱人，你去死！妃子熙起身又准备攻击过来，妃子笑带着冷笑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哼，你确定要以卵击石，让丞相给你送终？妃子熙，你以前不是挺聪明的吗？现在本宫却开始怀疑你的智商了。你一个皇阶的弱鸡，打得过南宫欣吗？呸！贱人，你就是会狐假虎威。我一个皇阶武者怎么了？总比你一个废物强。贱人，
你有本事别叫帮手，妃子笑，你就是个仗势欺人的狗。能仗势欺人也是本事不是吗？本宫是九王爷明媒正娶的九王妃，靠他怎么了？夫君不就是用来依靠的吗？啊，本宫想起来了，你这是嫉妒五皇子不要你了，你想要仗势欺人都没人依靠，真是可怜呢。杀人诛心，妃子笑几句话就让妃子熙怒极攻心，吐了一口心头血。不过有什么办法，妃子笑就是有这样的恶趣味，就喜欢看妃子熙恨他又干不掉他，气急败坏的样子。又喝了一口茶，妃子笑淡漠地开口：既然你想看本宫出手，本宫也成全你。谁让你是本宫的妹妹呢？这个要求本宫满足了。既然你想看本宫出手，本宫也成全你。谁让你是本宫的妹妹呢？这个要求本宫满足了。眨眼间飞身到了妃子熙的面前，一把匕首又狠狠地划向了妃子熙的脸。匕首漫不经心地在妃子熙的脸上划着，玄阶武者的威压一出，妹妹你看，不要帮手，你也不是本宫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姐姐最近喜欢作画，尤其喜欢在妹妹的脸上作画，你就忍一忍吧，很快就不痛了。妃子笑，你有修为，你的修为竟然比我高，贱人，你就是一个骗子，你竟然瞒着所有人偷偷修炼了，贱人，痛快点杀了我吧，动手啊！骗你们有必要吗？1个月前本宫确实是不能修炼的废柴，奈何本宫天资聪慧啊，只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进阶到了玄阶武者，怎么样，还不赖吧？什么？玄阶武者？不可能，妃子笑这个贱人不可能是玄阶武者，他的修为不可能这么高，骗我！贱人，你还想骗我？对了，本宫还是丹药师，丞相不是花3万两黄金找本宫定制6级升级丹吗？刚好本宫昨晚从暗楼回来就练出来了，不用让暗楼楼主多跑一趟了，直接给你吧，去炼丹楼把6级升级丹给二小姐拿过来。一道身影迅速消失在了暗处，朝着炼丹楼去了。妃子笑，你疯了吧？出现幻觉了，你千万别说暗楼那些拍卖的丹药是你炼制的。你是丹药师，可能吗？你要是丹药师，本小姐把头摘下来给你当球踢。不一会儿，小九真的把妃子笑昨晚炼制的6级升级丹拿了过来。小九，直接给二小姐吧。是，小王妃。妃子熙，银货两讫，你可以拿着升级丹滚蛋了。对，就是这种琉璃瓶，还是暗楼拍卖的，都是这种琉璃瓶。难道那些丹药真的是妃子笑炼制出来的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不可能！妃子笑这个贱人绝对不可能是丹药师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从心理上击败我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妃子笑，你这些丹药是你娘亲给你留下的吧？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神医的母亲，所以你才能滥竽充数冒充丹药师。妃子笑，半个月后就是圣王朝丹药师的比试大赛，我在现场等着你，你敢来吗？妃子熙丢下了这句话，脚步仓促地离开了九王府。这也行？他原本是想从心理上彻底击溃妃子熙，6级升级丹一出，妃子熙必然直接崩溃，但是他忽略了妃子熙强补脑的能力，不但没有崩溃，反而把他治愈了。这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多等7日吧。圣王朝4年会举行一次现场炼制丹药评级，原本妃子笑没打算参加，评级不评级的他无所谓，可现在他有兴趣了，到时候就看妃子熙怎么哭。南宫欣要回春满楼了，
今晚五皇子应该要过来，他去和五皇子做一个了断。他功成身退了，但是也不能连累了醉春楼。春楼啊！妃子笑换了一身男装，悄悄咪咪的跟着南宫欣出门了。哪知道他前脚一走，后脚御风就去找九王爷通风报信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王妃红杏出墙了，王妃一定是想抛弃王爷了。什么？去逛春满楼？正大光明的去春满楼，这是皮痒了。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下属，就有什么样的主子呀。春楼那是什么地方？九王爷的势力遍布整个玄月大陆，春楼这种地方是收集情报最好的地方。醉春楼就是在圣王朝的都城圣城，所以里面什么情况，司徒涵比谁都清楚。醉春楼在圣王朝很出名，主要是里面不仅有男人消遣的地方，还有女人消遣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地下钱庄，也就是赌场了。其实没有人知道，司徒涵最担心的事情啊，就是妃子笑说红了眼，把他这个夫君输出去怎么办？这是妃子笑能干出来的事情。毕竟现在的妃子笑苦不堪言，右手用来施针，左手就被借用了。妃子笑的左手劳累过度的时候，他嘴里经常念叨着，这个夫君不行，要换一个夫君。虽然每一次九王爷都霸道地惩罚了妃子笑，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但是万一妃子笑不管不顾呢？走，去醉春楼。而此时妃子笑已经跟着南宫欣进了醉春楼。这就是春楼啊，古代的春楼就是这样。她一个女子也移不开眼，别说是那些男人。真好看，开一个布庄卖成品的衣服，加上现代的设计元素，会不会卖成爆款？卖点配饰，生意应该也不错，还可以开一个饭店。怎么办？他想做的事情好多呀，应该能赚一个满饽饽，悄悄咪咪的成为圣王朝的首富，这个感觉应该不错。司徒涵这种老男人不能要，他就是老狼狗，太凶残了。小狼狗应该是温顺一点，赚够了钱，有了银子，把司徒涵这个老狼狗换了吧。因为南宫欣约了五皇子，想要把事情说清楚，妃子笑就一个人在醉春楼里晃荡，时不时的有穿着暴露的小娘子往他怀里扑。客官，玩一玩嘛，喝杯酒嘛。咱们醉春楼的女儿红特别香，客官，喝一杯嘛。妃子笑冷着一张脸，给了点碎银子打发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了地下钱庄，妃子笑走进去。客官，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咱们这个地方的公子都赢了银子。在两个姑娘的带领下，妃子笑真的开始去押注了，就是一个押大押小的游戏而已。一开始妃子笑真的赢了，一下子就赢了几百两银子，这放在圣王朝可是一大笔钱了。旁边那两个姑娘还在不断的怂恿他，公子你手气真好呀，妹妹有点嫉妒了。对啊，我也眼红了，公子还只是押注小注银子，要是玩大点，多押点银子，指不定赢更多银子呢。是啊，好多银子呀。听到这里，妃子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。进来的时候他就扫了一圈，大多数顾客的身边没有醉春楼的姑娘陪着，他们都是随意玩，这个桌子手气不行，玩下一个桌子，大概都是熟客。然而当妃子笑走进来的时候，全程都有两个漂亮的姑娘陪着。哇塞，客官好棒啊！赢了这么多啊！赌场里倒是有几个和他一样的情况，那几个人早已经被迷得晕头转向了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外掏，杀猪盘。所以从走进赌坊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是一盘杀猪盘了。是吗？本公子运气很好，这种运气就适合玩大的是吗？指不定一局就赢几千两回来。那两个姑娘对视了一眼，眼底闪过了一丝金光。公子真是一个明白人，肯定能赢很多银子。之后妃子笑真的去下注了，但是他下注的时候都是跟着其他几个猪一起下注，他们下注5000两，他就下注1000两银子，所以
庄家收谁的钱？肯定收5000两，赔了妃子笑1000，还可以赚4000两，这才是划算的买卖。可渐渐的，妃子笑赢的钱多了，暗处的人就不乐意了，对着那2个姑娘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这猪不要了，直接杀了。在赌方赢钱可以，但是只能带走小钱，或者直接就在醉春楼消费了，点几个姑娘吃喝玩乐也行，但是绝不能让人把银子带出醉春楼。就这种简单的玩乐方式太枯燥了，要是有麻将就好了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妃子笑出了赌坊，哪知道对方已经把他当成了废猪。废猪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最后的价值就是宰了。妃子笑就是待宰的废猪了。公子这么早就回去啊？要不留下来过夜呀？家里的娘子哪有奴家会伺候人呢？奴家很会伺候男人呢。来，公子，奴家带您去房间，今晚我们姐妹一定好好的伺候公子，包公子满意。话音落下，那个绿衣服的姑娘竟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手伸进了妃子笑的衣服。刹那间，妃子笑脸色阴沉了下来，赶紧退到了一边，不让那个姑娘得逞。这种也行，这也太热情了吧，一言不合就脱衣服。爷家里有个母老虎，实在不敢乱来，陪爷一晚上，爷自然不会委屈了你俩。这是你们的报酬，拿去吧。爷不要你们陪过夜，姑娘家要自重，身子骨是自己的，伤了痛在自己身上。那什么姑娘，既然身体不舒服，就休息1-2日，没关系的。爷走了。那2姑娘一人手里拿着1张500两的银票，就这么看着妃子笑离开了。特别扑进妃子笑怀里的姑娘看着妃子笑离开的背影，眼底蓄满了泪水。他知道，他竟然察觉到他今晚不舒服了。他今日清晨来了癸水，小腹一直隐隐作痛，可是他没有办法。在醉春楼的姑娘哪个不是来了癸水照样接客，要不然迎来的就是毒打。哪知道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竟然能说出这么暖心的话。其实妃子笑是职业病犯了，手无意间碰了他一下，很凉，应该是宫寒了。怎么办啊？让他走了。妈妈要是知道我们放走了客人，让他带走了赌坊的钱，妈妈一定不会饶过我们的。而这个时候，妃子笑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则去了南宫欣的房间找他。什么？让本皇子以后不要来找你了？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？你就是一个浪骨头贱人，浪习惯了，不愿意嫁进五皇子府过平淡的日子了是吗？南宫欣，你个小贱蹄子！本皇子告诉你，你必须跟本皇子回府上，要不然本皇子拆了这醉春楼。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应该是五皇子对南宫欣动了手。放开他，放开他！趁爷还没有生气的时候放开南宫姑娘，要不然别怪爷不客气。因为易容了，他没认出妃子笑来。贱人，你敢移情别恋？本皇子说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原来是找到下家了，贱蹄子，本宫打死你！就在五皇子准备再一次打南宫欣的时候，妃子笑出手了，从五皇子的手里把南宫欣抢了过来。怎么样，受伤了吗？好一对奸夫淫妇啊！本皇子今日要你们的命！慢着，南宫欣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，不值得五皇子动怒。要不然我们赌一局，五皇子要是输了，放弃南宫欣；五皇子要是赢了，南宫欣跟你走，外加1万两作为彩头，赌吗？是男人就干脆点。五皇子答应了，随即2人来到了赌坊。都离开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这是回来送死啊！在赌坊赢了银子，还能安然无恙离开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几个，一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。这公子是多想不开，竟然还来自投罗网。怎么，赌坊开着还不让顾客玩了？这是要关门大吉不营业的节奏吗？话音落下，妃子笑转头看向五皇子，声音特别提高了几分。五皇子，这个赌坊不营业，那咱们换一个地方玩吧。真是晦气！什么？五皇子？那公子身边的人竟然是五皇子，所以那公子也是非富即贵的人。
应该是哪个贵族的公子哥，要不然也不敢返回毒坊。这2个人就不是差银子的主，指不定还是2个冤大头呢。这下妃子笑赢的那点碎银子在他们眼中不算什么了，或许这公子也没把那1万两银子放在眼底。猪，这是2个大猪，不对，金猪。只要杀猪盘计划好了，指不定从这2个金猪身上就能捞到好多的钱。这时醉川楼的老鸨闻讯赶了过来。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这可是当今的五皇子，你们不要命了？竟然敢拦着五皇子，还不给五皇子请安！天哪，这公子竟然真的是当今五皇子，这拜见五皇子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五皇子恕罪。1个2个惶恐地跪在了地上，给司徒宇行礼。小子，还赌吗？和本皇子抢人，真是不自量力啊！真以为顶着个五皇子的身份就天下无敌了？沙雕一个！这沙雕除了出生在帝王家，其余的真是一无是处，也不知道宫里那位殷贵妃娘娘上蹿下窜的忙活什么呢。司徒宇就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怎么可能坐上太子之位，之后登上皇位呢？太子之位可能都坐不上，别说是那把皇椅了。赌五皇子要是输了，别赖账就行，请吧。随后妃子笑和五皇子来到了赌桌旁，买大买小，妃子笑已经玩腻了，想要玩一玩不一样的。上赌坊的人拿了2副骰子过来，摇骰子同样是比大小，3局2胜。赌局开始了，妃子笑不慌不忙的拿起了骰子，慢条斯理的摇了起来。相对于他的漫不经心，五皇子的气势强得多。他手里不停地摇着骰子，骰子在里面发出低沉的碰撞声。在所有人看来，妃子笑必输无疑。五皇子怎样？姑奶奶我不高兴了也照样虐他。开了！在所有人紧张又期待的眼神中，司徒宇开了骰子。什么？五皇子这么厉害的吗？简直就是玩骰子的高手啊！高手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五皇子直接开了一个5个5出来，所有的骰子正面朝上的都是5个点，加起来也就是25点。输了，不用挣扎了，这公子注定会输。只见妃子笑直接无视那些人的言语，慢条斯理地揭开了盖子。不可能是这个点数，绝不可能！你输了，5个6，总点30点。输了？五皇子竟然输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可是这位公子看起来不像是玩骰子的人呢，不是什么高手啊，难道是运气爆棚，稀里糊涂的就摇了5个6出来？对，一定是运气。再来，不是3局2胜吗？本皇子就不相信你运气每次都这么好。3局2胜，本皇子还有2次机会。来吧，开始吧。第2局吗？不管是多少局，都是一样的结果，不会改变。第2局依旧是五皇子先开，5个6，30点。认输吧，只要你认输，乖乖把1万两银票拿出来，发誓以后不再见南宫欣，本皇子就放过你，要不然本皇子不会让你活着走出醉春楼的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爷爷喜欢速战速决。五皇子，你输了。5个1，这是通杀呀！怎么可能啊？这公子才是真正的高手。大家都以为妃子笑不过是一个青铜，哪知道他一出手就是王者。来人，给本皇子把他拿下！竟敢在赌坊出老千，直接送官府！五皇子这是玩不起，输了就说对方出老千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行，既然你认为爷出老千，那爷就用你刚刚那副骰子，你说一个数，爷要是摇不出相应的点数，就是爷输了。藐视，王的藐视！妃子笑这些话简直就是啪啪啪的打五皇子的脸。不认输出老千，行，那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赌，本皇子跟你赌，你要是赢了，这张银票就是你的，南宫欣你也可以带走。哟，出手真是阔绰呀！行，司徒宇非要当送财宝宝，他这个当环审的总不能拦着吧。随即司徒宇没说点数，而是指点让妃子笑摇出那个点了。不要脸，
堂堂五皇子竟然这般不要脸！公子走吧，你已经赢了，不用再比了。谢谢，闭嘴！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你一个浪蹄子插什么嘴啊？信不信本皇子弄死你？怎么，怕了？不敢了？在本皇子面前，你没有说不的资格。摇，给本皇子摇一个1、2、3、4、5的顺子出来。摇不出来，本皇子今日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的命！这浪蹄子竟然不忠，就没活下去的必要了。死了，一了百了。没事儿，一边等着吧，爷还没尽兴呢。这你侬我侬的一幕落到五皇子的眼底，让他便愤怒了，恨不得直接就动手，赌了就要按照赌局来，要不然传出去他一点声誉都没有了。哪知道妃子笑拿起了骰子，稍微摇了一下就打开了，1、2、3、4、5，顺子，一点都不差，要多少点就是多少点。这时五皇子身边的小厮匆匆忙忙地冲进了赌坊，在司徒宇的头边耳语了几句。五皇子，不好了，九王爷来赌坊了，王爷他就是来逮您的。九皇叔来醉春楼了，这是什么鬼？九皇叔不是不喜欢来这样的地方吗？他可是有洁癖的男人，怎么会来这种烟花之地寻花问柳？难道真的是来逮他的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毕竟妃子笑对他余情未了，指不定还念念不忘，想要和他死灰复燃呢。现在妃子笑已经嫁给了九皇叔，对他余情未了实属是不应该的事情。九皇叔能容忍那女人红杏出墙？必定是不能的。九皇叔就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个儿的王妃红杏出墙？什么？九皇叔来醉春楼了？走，赶紧走！这醉春楼有没有后门呢？往后面走，千万别被逮到了。司徒宇站起来拉着小厮就走，那姿态着急到了极点，就好像身后有7匹恶狼在追他一样。他急匆匆离开的时候，还不忘记把桌上的银票顺走。你可以走，银票留下。银票？你知道本宫是谁吗？竟然敢问本宫要银票！让开，要不然本皇子要你好看。银票留下，快点儿！五皇子，快点儿！九王爷已经到门口了，快进来了！五皇子也焦急到了极点，二话不说，一掌朝着妃子笑劈了过去。滚！哪知道他劈过去的手被妃子笑直接接住了，被桎梏得死死的，直接动弹不得。这个男人的修为在他之上，如果真的打起来，他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人可以走，银票留下。是的，怎么就这么较真的男人，跟一个娘们似的。五皇子把那张银票给了妃子笑。小子，你等着，本皇子一定会让你好看的。什么？九王爷来了！完了完了，九王爷一定知道王妃逛窑子来逮人了。走，快点，赌坊还有出口吗？后门不行，玉凤他们一定早就准备。走，快点，我们去翻墙。妃子笑拉着南宫欣，像是无头苍蝇一样，就朝着赌坊的后院跑。五皇子害怕九皇子，其实妃子笑也害怕，但是妃子笑比他要沉得住气一点，他能沉不住气吗？他要是露出一点点着急的情绪来，那1万两银票不就不翼而飞了？滴滴都是情，纷纷都是爱。当妃子笑和南宫欣准备翻墙离开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。老鸨妈妈带着醉春楼的打手，直接把他们围堵了。星儿，你打算就这么跟着这位公子私奔啦？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妈妈对你怎么样啊？虽然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欠了卖身契，但是你终究是醉春楼的人，你要跟着这公子离开也行，那就让这公子拿10万两银子来替你赎身吧。什么？10万两？妃子笑和南宫欣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底看出了冷光。袁妈妈，既然你要算明账，那咱们就算一笔。我是醉春楼的花魁，赚了不少银子，袁妈妈是不是也该付点月钱了？这些年加起来给个20万两就行了。什么？要月俸？老娘要是不收留你，你早就沦落街头了。给你吃给你穿还要月俸？
我看你是皮痒了。这位公子，要带走星儿可以，10万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爷要是不给呢？不给？老娘看你是想空手套白狼，没有的事儿。你去打听打听，这方圆100里谁不知道我袁妈妈？就想这么带走我醉春楼的姑娘，老娘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上，速战速决。那谁快来了，保密要紧。妃子笑口中的那谁就是九王爷，要是被九王爷逮到小王妃逛青楼，指不定要爆炸。就在妃子笑的话音落下，妃子笑和南宫欣同时动了手。袁妈妈叫来了醉春楼最厉害的几个打手，每一个的修为都在黄阶巅峰。虽然妃子笑的修为是玄阶初期，可是敌人太多了，他不可能全部秒杀。车轮战终究吃亏的是他。南宫欣也有修为，但是不高。不过好在妃子笑和南宫欣联手的情况下，半炷香的时间，2个人把那些死士全部撂倒了。南宫欣有修为，隐藏的真好啊！你们确定要鱼死网破？星儿，不是妈妈说你10万两银子都不愿意拿出来替你赎身的男人，值得你托付终身？你还不如留下来，死心塌地的跟着妈妈。妈妈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妈妈不是告诉过你，男人都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要背叛妈妈，真的很伤妈妈的心，知道吗？他就是一个笑面虎，可以笑着杀人，手起刀落，一点都不含糊，吃人不吐骨头。醉春楼每隔一段时间会莫名其妙消失几个不太听话的姐妹，这些都是袁妈妈的手笔。按照袁妈妈的话说，老弱病残不处理了，难道留着让其颐养天年？孕妇还可以留一下，有些客官就喜欢小孕妇，指不定还能生出一个小贱种，培养培养还能卖一个好价钱。少废话，直接动手吧。话音落下，南宫欣一个飞身朝着袁妈妈攻击了过去。他一出手就带着玄阶中期的威压，想要速战速决，直接一招秒杀了袁妈妈，好带着妃子笑跑路。找死！既然星儿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妈妈不客气了。妈妈今儿个再给你好好上一课。什么？地阶初期的武者？袁妈妈不是没有修为，不是玄修吗？怎么一出手就带着地阶初级的威压？她隐藏了身手。这时妃子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手里的金针飞转射了过去。小心！当南宫欣发现袁妈妈是地阶武者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收不住了。好在妃子笑出手及时，她金针飞出去的时候同样带着威压，可妃子笑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，毕竟袁妈妈的修为都在她和南宫欣之上，能救南宫欣也是出其不意。走，快点！妃子笑带着南宫欣直接翻墙而出，准备逃走。这个时候袁妈妈追了出来，南宫欣还有利用价值，不拿银子想赎身离开，可能吗？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就算是死，也只能留在醉春楼，死了尸体还可以卖钱，大户人家的公子哥死了没有成亲，还可以买尸体回去成亲，圆了亡人一个心愿。像南宫欣这种品相货色的姑娘，死了也能卖一个好价钱，袁妈妈怎么可能让她就这么轻易的逃走了？她提气一路追了过去，就在巷子口，醉春楼的另一队人马已经堵在那里了。前有狼，后有虎，凶险到了极点。走，闯过去！前面几个人修为不高。好，妃子笑和南宫欣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直接朝着堵住他们的人闯了过去。2个人瞬间提气，威压释放，硬闯了。此时九王爷已经到了醉春楼的门口。王爷，东南方的巷子里有灵力波动。玉峰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司徒涵就提气往巷子去了。这时袁妈妈已经追过来，含着强者威压的一掌，直接朝着妃子笑的天灵盖攻去。丫头，小心！最强者的威压一上来，妃子笑就已经感觉到了，他一把推开了旁边的南宫欣，一个人迎了上去。司徒涵飞身想救妃子笑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小王妃，丫头！主子！
袁妈妈的修为在妃子笑之上，这一掌下去，妃子笑哪里还有活路啊？必死无疑。然而这时候，妃子笑不但没有任何害怕的情绪，内心反而有一种亢奋的情绪。他右手拿着金针，左手悄无声息地拿出了一把毒药。对于妃子笑来说，袁妈妈是强者，然而就是金针一出，袁妈妈闪躲的同时，妃子笑左手的毒粉洒了出去。而且就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妃子笑竟然还有时间思考和算计，力度、速度分毫不差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袁妈妈伸手下意识地护住了眼睛，而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已经够妃子笑躲过一劫了。这致命的一击就这么被他化解了。司徒寒已至，一掌狠狠地击飞了袁妈妈，一口鲜血吐出来，袁妈妈就断气了。一个回身，司徒寒直接把在地上翻滚的妃子笑捞了起来。他用神识探了一下妃子笑，没受伤，竟然一点都没有受伤，真是奇迹了。而此时窝在司徒寒怀里的妃子笑，平日里那双淡漠的眼神中满是心虚。完了，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公子，楠楠授受不亲，你可以放开了。公子，你是认错人了吗？不过也谢谢你救了我，在下是穷书生，没钱逛窑子，想着白嫖一下，哪知道被发现了，幸亏公子及时出手。他真的差点气笑了，体内的真气一瞬间爆表，女扮男装逛窑子还差点丧命，被逮到了不知悔改，竟然还敢假装不认识，以为女扮男装易容了他就认不出来了。男男授受不亲，白嫖，真的是皮痒了。玉凤，送南宫姑娘去虎旗营历练历练。是王爷。王爷南宫心出什么气？这川楼是我让他带我来的，王爷是不是小题大做了点？王妃还会护犊子？行，那这笔账，本王好好和你算算。话音落下，九王爷带着妃子笑往王府飞去了，还能听到小王妃气急败坏的声音：放开！司徒寒，你干什么？你就是禽兽！那个，咱们真的不阻止吗？王爷好不容易脱单了，娶了个小王妃，别2个月不到的时间，又恢复单身了。这千年铁树开花的周期，也太短了吧！哎，为小王妃默哀啊！玉雷狠狠地白了一眼玉峰这个沙雕，说他是木鱼脑袋，简直是侮辱了木鱼这2个字。明眼人都知道，现在九王府的主人已经换了。以前九王府是九王爷说了算，但是现在呢，不是了。九王府就是小王妃的天下，九王爷就是一个纸老虎，就不敢真的把小王妃怎么样，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需要救小王妃吗？完全不需要。玉峰这沙雕更应该担心自己什么时候惹怒了王爷，到时候也被丢到虎旗营去。回到九王府，司徒寒直接把妃子笑丢在了床榻上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不就是逛一个青楼吗？我又没怎么样，还赢了2万两银子回来。司徒寒横扫了一眼妃子笑，没说话，直接气笑了。司徒寒一想到他去巷子里看到的场景就气炸了，愤怒、酸、后怕，各种情绪交加，复杂到了极点。迟迟没有听到司徒寒的声音，就当妃子笑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妃子笑，你要是敢乱动，本王今晚就收拾你。什么？收拾他？妃子笑懵了。过了半晌，房间里没动静了，司徒寒离开了。就这么离开了？我说了，我再也不敢。您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小的没救出给小爷吧，要死也得死个明白啊！这个男人就是醉春楼赌坊的幕后主使，无辜，没得罪过，差点让他丧妻，无辜吗？这个时候和他讲道理了？错了，何错之有啊？给本王受着！房间里满是那男人的惨叫声，那声音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听着那惨烈的叫声，妃子笑情绪更复杂了。这男人惹到九王爷了，他是有多想不开？既然惹着地狱修罗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九王爷怎么回事啊？竟然这么大怒气？那个，再打就死了。躺着别动，本王怎么告诉你的？这男人今晚怎么这般阴晴不定？
吃错药了。司徒涵更是气到不行，所以他发了半天的火，他家小姑娘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这是自导自演呢。下一刻，司徒涵往旁边的椅子上一坐，如同一尊雕塑。司徒涵，你有病是不是？我去哪做什么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一刻，司徒涵后悔到了极点，当日大婚他就应该圆房，不过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没圆房是他的错，谁让他身中剧毒呢？要不然也不用顾忌小丫头身体承受不住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你来说说，你和本王什么关系？司徒涵见妃子笑沉默着没说话，更加怒气横秋了。很好，这个时候还知道逃避问题，还知道沉默以对，滚！那男人快哭了，他倒是想滚，神仙打架伤及无辜，可是他没力气滚呐，滚不动啊。九王爷见那男人趴在地上没动，走过去一脚踢在男人的腰上，直接把他送出了房间。现在扫清了碍眼的家伙，他准备好好教育小丫头，可关上门对上那双眼，他什么怒气也发不出来了。下次要去醉香楼，本王带你去。醉春楼里卧虎藏龙，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可以叫玉峰他们，有他们在应该不会有事的。王爷公务繁忙，就不麻烦你了。这是麻烦的事情吗？司徒涵无语了，他是直男癌，但是他家小丫头的情商也没高到哪里去。他说的这么明白了，竟然还不懂其中的潜台词。丫头，我是担心你，如果本王没有赶到，你能在那老鸨的手下活命吗？他可是地阶武者，你呢？没事，不用担心我，他伤不到我，没那本事。丫头，我还小气，万一你女装暴露了，有不怕死的对你有非分之想，你说我生气吗？放心，我女扮男装不会暴露，我还易容了。你是本王的，听懂了吗？你是本王王妃。刹那间，房间寂静了，空气中也在一瞬间凝固，尴尬到不行。没明白吗？你是本王的九王妃，唯一的王妃，所以你的一切都是本王的，你的人，你的心。所以这是九王爷的承诺，比我爱你还要有分量。妃子笑懵了，就当妃子笑开口要拒绝的时候，司徒涵直接俯身把妃子笑扑倒了。他压着妃子笑，丫头，你只能接受，已经没有机会拒绝了，所以本王给你1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我们的关系，知道吗？本王期待你叫相公的那一天。想要拒绝的话说不出口。叫相公，相公这个称呼很是亲密，叫得出口吗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司徒涵依旧压着妃子笑没动，他轻笑出了声，娓娓道来，很有耐心的给妃子笑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机会说不。温水煮青蛙，所以司徒涵才谋略了当初妃子笑入狱，皇上赐婚那么一出，只要能把小丫头娶到手，其他都无所谓了。丫头，我是当今九王爷，富可敌国，权势滔天，你还能找到这么强大的庇护吗？本王不会有侧妃，也不会有侍妾，就只有你一个王妃，你也不用整日勾心斗角，步步惊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有本王的庇护，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。你算计我？妃子笑情商不高，但是智商高，他当下就明白其中的道道了。他被司徒涵这个腹黑的男人算计了。世人听到九王爷的名号就无比忌惮，果然这男人真的城府深，善谋略，一般人哪里是他的对手啊？比不过。丫头，这怎么是算计呢？你想想，当初是不是你主动爬上本王的床，和我同床共枕的？我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几次，我以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没在一起吗？所以那次是他主动的，那些细节大大捏捏的小王妃根本没有注意，所以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丫头，做九王妃不亏，本王的产业遍布天下，你都可以挪用，以后你也不用相夫教子，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你想想，你有花不完的钱，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喜欢做的事，和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差别，亏吗？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司徒涵已经摸清楚了妃子笑的软肋，他清楚地了解这丫头是财迷。玉峰他们也查清楚了，妃子笑进赌坊赢了一大笔，还狠狠地坑了五皇子一大笔。这个当皇婶的竟然算计着皇侄的荷包，真是不应该。但是怎么办呢？他只能宠着。那些皇侄的荷包不应该用来孝敬长辈，孝敬皇婶吗？丫头，这是暗格的钥匙，里面是本王的金库，九王府，你掌家。你先爬起来，这事儿回头再说吧。司徒涵点头，却也狠狠地松了一口气。
按照小丫头的性格，没有拒绝就是答应了，她还得加把火候。按照小丫头的性格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把她放在心上。像她堂堂一个九王爷，不可一世，唯吾独尊，哪知道娶了一个九王妃，地位就这么卑微了。只有司徒寒自己清楚，他对妃子笑有很多的无奈，舍不得打，舍不得骂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宠着，情不知所起，却一往情深。他妈的，这个男人怎么回事啊？还不起身？难道对自个儿的体重心里没有一点数吗？司徒寒，起开！哪知道妃子笑这么一动，完事儿了。丫头，别动，你再动，本王真的控制不住了，让我缓一缓，缓一缓。1个时辰后，王府的下人开始忙碌了。大白天的，王爷竟然要沐浴更衣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，真的怪了。司徒寒，你跟老娘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！完了，完犊子了！九王爷就被小王妃赶出房间了。王爷和小王妃干架了？这2个人这么凶残的吗？在主院就打起来了。果然，九王爷要是真的愤怒了，小王妃也是那个被迁怒的人。醉春楼的幕后老板从主院出来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依旧拼命的逃离，就好像主院里的人是洪水猛兽一般，跑慢点真的尸骨无存了。喂，你说王爷是不是中邪了？被小王妃赶出房间，竟然还笑得出来？要给王爷请御医吗？不对劲，王爷真的很不对劲。玉雷狠狠地白了一眼玉峰，提气一个飞身，远离了玉峰这个沙雕。沙雕就是沙雕，木头就是木头。王爷和小王妃那是打架吗？听那声音都不是打架，2个人根本不是打架，那是闺房乐趣。只有玉峰这沙雕才以为九王爷和九王妃在打架切磋。房间里，妃子笑懊恼到了极点。司徒寒特么的狗男人真的就是花样越来越多。虽然他们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，但是其他事情该做的都做了，并且司徒寒越来越过分。如果他不愤怒，指不定司徒寒还要折腾到什么时辰呢。他身上全部青青紫紫的，哪里还有脸见人啊？王妃，药王谷的黄药师来王府了，王爷让您过去一下。好，黄药师就是玄月大陆上大名鼎鼎的医药大师，被称为药神的黄药师。司徒寒竟然能请到黄药师，那为什么他身上的剧毒没有找他解呢？医术不够。怀着这样的情绪，妃子笑来到了会客大厅。你说什么？是九王妃控制了你体内的毒素？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！一个黄毛丫头，不可能有这医术。就算是她娘亲欧阳菲菲，也没这么高超的医术啊！要是真能解了王爷身上的九转七毒，老夫我拜他为师。黄药神收到司徒寒的信件，第一时间就从药王谷下山，来到了九王府。虽然他是大名鼎鼎的黄药神，但是他这条命却是九王爷救的。即使九王府是刀山火海，他也在所不辞。当他见到九王爷的时候，傻眼了。这是九王爷吗？是那个身中九转七毒的九王爷吗？当下黄药神也顾不上什么尊卑有序，冲上去就给九王爷把脉。不可能，那么毒素被控制下来了，没有蔓延了，并且中毒的症状越来越轻，如果不仔细探脉，根本查不出来有中毒的迹象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即使黄药神的无理举动，他也只是轻微的皱了一下眉头。也幸好是他今日心情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本王王妃医术高超，每日给本王针灸，过些时日，余毒就能被清理出来了。本王写信让你来，是让你来给本王的王妃打下手而已。什么？打下手？你说什么？是九王妃控制了你体内的毒素？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！一个黄毛丫头不可能有这医术，就算是他娘亲欧阳菲菲，也没这么高超的医术啊！他要是真能解了王爷身上的九转七毒，老夫我拜他为师。自从他的修为进阶到玄阶武者以后，妃子笑明显感觉到他的势力和修为都提高了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妃子笑一直在策划，想要在九王府弄一个现代的手术室。他需要的手术刀也已经让小九去找工匠打造了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实现了。本宫没有收徒弟的打算，一个理论的王者动手的渣渣，这样的副手能带出来吗？黄毛丫头，真是一个黄毛丫头！
这个黄毛丫头能有绝世医术，简直就是笑话。小王妃，丞相府的人找你，应该是丞相府的侍妾，你要见他吗？侍妾？一个丫鬟扶着侍妾，那侍妾像是生病了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应该是腿有问题。不一会儿，丁姨娘就被丫鬟扶了进来。你干什么？你这一针下去，他就没命了。你到底懂不懂医术啊？小王妃，这人明显就是伤口发炎昏迷了过去，你这时候要做的是先清理那些伤口再治疗，一服药就能痊愈的事儿，为什么要用针灸啊？排毒针，你会吗？小王妃，你让开让老夫来吧。你一针下去不是在救人，而是在害人，这女子恐怕会当场毙命的。现在年轻一辈的人呢，就是心浮气躁，急功近利。所以你在教本王妃做事，看着别让她捣乱。是，王妃。王爷就任由小王妃胡作非为吗？这不是救人，是草菅人命啊！王爷，小王妃根本不会什么医术，就是在骗人。前辈是在质疑本王的眼光，本王的王妃要做什么，本王都支持。别说是草菅人命，就算是屠了圣王朝满门，本王也不会谴责一句。你昏庸，真是昏庸！幸好九王爷不是圣王朝的皇上，要不然圣王朝必定覆灭。有一位昏君，圣王朝灭亡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一路上，黄药神就听了很多九王府的闲言碎语。九王爷无度宠妻，为了一个女子，竟然把醉川楼一锅端了。小王妃简直就是祸国妖姬。小王妃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妖姬，她竟然真的能左右九王爷的思绪。今日只是一条人命而已，但是他日呢，或许就是一国之运了。妃子笑一针下去，直击丁姨娘的太阳穴。别住手，那是死穴，你快住手啊！闭嘴，小九，给他嘴堵上。是，王妃。就在小九准备出手的时候，九王爷动了，他直接点了黄药神的穴道。黄药神虽然是一代药神，医术了得，但是他却不是玄修，没有任何的修为。10几根金针下去，丁姨娘彻底昏睡了过去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妃子笑竟然抓起了丁姨娘那只残疾多年的腿，几根金针下去，双手一用力，响起了一阵骨头间摩擦的清脆声，咔嚓几声，妃子笑竟然当场就给丁姨娘接骨了。一炷香后，妃子笑收起了丁姨娘身上的所有金针，另外拿了一根消毒好的金针刺入了丁姨娘的一个穴道。醒了，这就醒了。感受一下左腿的力度，站起来走几步。什么？走几步？小王妃治好丁姨娘的腿，这是多年的顽疾啊！我得救了，左腿？难道？可是他还是按照妃子笑的指示，慢条斯理的从地上爬起来，试着走几步。丫头，累吗？本王给你按一按。按一按，他妈的色胚！妃子笑狠狠地把茶盏往桌子上一拍，留着你慢慢喝，没事少来炼丹楼打扰我。丢下这句话，妃子笑径直地离开了，甚至没有给黄药神一个眼神。他发誓，他真的没有想怎样，看他针灸辛苦了，只是单纯的想要给他揉一揉，按一按。哪知道小丫头反应这么大，这是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。主要是九王爷太不要脸了。民妇腿有力气了，民妇左腿能动了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小王妃竟然真的治好她的腿了。民妇叩谢九王爷、九王妃，民妇愿意这辈子做牛做马，报答九王爷、九王妃。他直接让玉峰把丁姨娘和她的丫鬟带下去安顿好，等着小丫头来安排处理吧。毕竟丁姨娘是妃子笑娘家人，是她的姨娘，去留还得她说了算。治好了？小王妃竟然把这个民妇治好了？怎么可能？她到底用了什么针法？对，就是接骨术。这一刻，黄药神想起来了，小王妃刚刚运用的就是失传的接骨术。玉峰给黄药神解开了穴道，准备送客的时候，黄药神竟然直接跑出了主殿，朝着妃子笑炼丹楼的方向去了。咚！小王妃，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不收，你可以走了。小丫头这心思，
这黄药神肯定是小丫头的囊中之物了。虽然妃子笑和九王爷是结发夫妻，但是实际上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。可在这段时间内，司徒涵已经把妃子笑的脾性摸了一个清楚。司徒涵摇着头进了书房，处理这段时间堆积的信件。小姑娘，你是给小王妃送膳食吗？给老夫吧，老夫去送。不行，你让开。小姑娘，打个商量，就让老夫去送吧。小丫头，老夫是小王妃的徒弟，徒弟给师傅送饭，天经地义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小九看着黄药神抢走的石篮子，堂堂一代药神，竟然就这么被小王妃套路了，真是。这一切不过都是小王妃的谋略而已。师傅，我来给你送吃食了，徒儿可以进来吗？我进来喽。走进炼丹楼，黄老头竟然如同刘老的逛花园那般新奇的目瞪口呆。整个花园乱糟糟的，植物的藤蔓到处蔓延，像是一个荒芜的院子，破败到了极点。毒鸡尾花、马珊瑚、毒串子、石天牛，妈呀，全是毒物，剧毒的毒物啊！整个院子都种了罕见的毒花、毒草，甚至一些花草黄药神都没见过。这一个院子的植物抵他一个药王谷的植物了。爱了，好想留下来不离开了。藤蔓爬墙系植物，开莲花。那莲花甚是好看，就当黄药神伸手去碰那朵盛开的莲花的时候，一把匕首朝他手掌直飞过来。不想死就别碰。特么的，虎落平阳被犬欺吗？谁？给老夫出来！死的，老夫饶不了你！妃子笑从暗处走了出来。师傅，原来是你啊！师傅，徒儿来给你送晚膳。这院子里的植物你都别随便碰，全是剧毒，要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不可能，这就是普通的莲花，怎么可能有剧毒啊？师傅，你诓徒儿也找个像样的理由啊！他转身二话不说返回了主楼，直接从笼子里抓出了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回来了。妃子笑掐了一朵莲花的花瓣，让小白鼠嗅了嗅，刹那间小白鼠倒在了地上，四肢抽搐，嘴巴鼻孔开始流血，然后死亡。整个过程不过眨眼间就完成了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小白鼠的症状就是中了剧毒的症状，难道这莲花真的有剧毒？黄老头想想都后怕，这是给黄老头上的第二课，确实有效果。拜师，必须要拜师。到了主楼，黄药神被主楼里面的场景吓到了，盯着那一面墙的琉璃瓶，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也张开了，迟迟没有落下来。这琉璃瓶怎么这么熟悉啊？等等，黄药神从怀里摸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琉璃瓶，里面装着6级丹药。这6级丹药是前几日他一个生意徒弟在暗楼拍下来孝敬他老人家的。据说这一瓶6级丹药价值连城，据说这一瓶6级丹药轰动了整个玄月大陆，是稀罕物，如同至宝。而暗楼的高级丹药都是用这种琉璃瓶装的，丹药瓶底都雕刻了一个字：孝。难道那些丹药都出自小王妃之手？小王妃不但精通中医药理，还是厉害的丹药师。王妃的闺名叫什么来着？妃子笑。对，就是妃子笑。所以装丹药的琉璃瓶下面那个孝字就是妃子笑的孝，小王妃的名字里的孝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可是转过头去，黄药神一口气没提上来，差点被送走了。只见妃子笑坐在丹药炉前，他的左右手边摆了无数个装丹药的琉璃瓶子。拿到食盒，妃子笑没顾上用膳，打开冷却的炼丹炉，就准备装丹药。这是一炉6级丹药，一共9颗。师傅，你是6级丹药师？8级，应该是10级了吧？什么？咚！黄老头一下子栽倒在了地上。这就受不了了，
亏着老头还是什么一代药神，就这么点心理承受能力，也是醉了。妃子笑慢条斯理地把一炉子的丹药装起来，这才去一旁的桌子上打开了石篮子，用起了晚膳。所以在决定开丹炉炼丹的时候，妃子笑翻阅了九王府藏书阁所有关于炼丹的书籍，甚至连那些孤本也找了看了。当巴基丹药成丹的药味飘出房间的时候，站在屋顶如同一尊雕像的司徒涵眼里闪过了一丝诧异。而后妃子笑炼丹自由了，各种功效的巴基丹药也成为了批量生产的丹药。眼看就要到中元节了，原本镇守边关的飞家大哥欧阳飞庭带着身边的亲信回到了圣城。军中6年了，这是欧阳飞庭第一次回家探亲。对，他姓欧阳，随去世的娘亲姓，他特意在中元节赶回来祭奠去世的娘亲欧阳菲菲。哎，爹爹，笑笑不来用晚膳吗？家人没通知笑笑，我今日回来。哥，姐姐已经出阁了，她如今是高高在上的九王妃，已经和爹爹断绝来往了。哥，你别怪姐姐，她也是一时糊涂，等想开了就会回府了。成亲了，出嫁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为何本将军在军中没有收到任何信件？小妹和爹爹反目成仇，成何体统？这是要反了天了！来人啊，备马，本将军要去九王府。而在此之前，妃子熙亲生的哥哥妃子华宇早已经悄悄地带着2个侍卫溜出了丞相府，来九王府找妃子笑麻烦了。把妃子笑给爷叫出来，让他给爷一个交代，他凭什么把爷的娘亲赶出了丞相府，还伤了爷的妹妹？妃子笑，滚出来，爷今儿个跟你没完！该死的妃子笑，这个贱人竟然趁我不在家欺负娘亲和妹妹，真是无法无天！以为嫁给了九王爷就能鸡犬升天了吗？给爷等着，爷这就找你去算账！妃子华宇不顾妹妹妃子熙的阻拦，不管不顾的闹上了九王府。小姐不好了，少爷找上门来了，他一定是为二小姐和苏姨娘报仇的。小姐，你赶紧跑吧，四少爷修为很高。四少爷？什么四少爷啊？怎么就凭空冒出来一个四少爷了？这个四少爷应该是苏月华所庶出的儿子，叫什么来着？妃子华宇。是苏月华和飞傲天所出，在丞相府的男丁中排行老4，也就是说妃子笑还有3个亲哥哥。如今九王爷的威望锐减了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找上门来闹一闹。小姐，四少爷脾气暴躁，一言不合他就会动手。小姐，你忘记了他小时候是怎么欺负你的吗？小姐，你还是跑吧。算了，奴婢去找九王爷，九王爷能治他。小蝶像是风一样的女子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过一会儿就跑去了九王爷的书房找人了。小九，把那谁丢出去，立个牌子在九王府门口，狗与妃子华语不能进。是，小王妃。得令的小九就去执行了。妃家人，妃子笑一律不待见。就这样，大门口大吼大叫的妃子华语直接被小九丢到了九王府门外。妃子笑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嫁进九王府你就目中无人了？你真以为当上九王妃你就高枕无忧了？没有娘家的扶持，本公子看你能蹦跶到什么时候？指不定过不了多少时日你就被休了，到时候沦落街头，还不是要灰溜溜的回到丞相府？我呸！妃家，又是妃家，该死！这妃家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妃家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妃家就从圣王朝消失吧。一切照旧。是，王爷。暗处得令的人一个飞身来到了九王府的大门前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对妃子华语出了手。妃子华语虽然从军，修为不低，但哪里是九王府暗卫的对手，10几招就败阵了，一口心头血吐出来，晕了过去。欧阳飞庭就站在不远处，淡漠地看着这一幕。将军，再不出手，四少爷就没命了。本将军弟拜帖，明日本将军拜访九王爷。王爷，欧阳将军在暗处没有露面，自始至终只是看着，现在已经离开了。没阻止，没出手，眼睁睁地看着非丞相的4公子陷入困境，
这欧阳大将军的态度倒是有点扑朔迷离，这下有点好玩了。丞相，大将军舟车劳顿，已经睡下了，丞相还是明日再来吧。睡下来，你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本相来了，让大将军回丞相府去休息去。他要回来了，不住家里，住客栈的道理啊！告诉丞相，本将军住哪儿，就不劳烦丞相费心了。该去丞相府的时候，本将军自然会回去，让丞相做好心理准备。当飞傲天听到这话的时候，眼里闪过了一丝心虚。让大将军早些休息，本相明日再来。该死的，欧阳飞婷，难道因为妃子笑这么一个不孝女，和我这个当爹的翻脸吗？如今当上大将军了，翅膀硬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岂有此理！有此理！果然都是小贱种，一个德行。晚上，飞傲天连夜骑马上了郊外的寺庙，找飞老爷子，希望飞老爷子出面主持大局。大爹，您倒是说话呀！如今那些个小贱种，一个比一个无法无天。欧阳婷现在是大将军了，竟然也学会威胁他爹了。孽子，竟然眼睁睁看着官差把他四弟抓走，当初真是鬼迷心窍了，才会娶欧阳菲菲。要不是我娶她，一个夫人带着几个小贱种，指不定要受多少非议呢，直接进猪笼。当时我就不应该动恻隐之心。小姐，妃家负了您啊，老夫愧对您，老夫罪该万死，没有履行承诺，兑现诺言。当晚，飞老爷子坐在丞相府的马车回了府上。然而第二日，丞相府出现了重大的变故，当今丞相飞傲天竟然辞官，告老还乡了。这日，丞相府关门闭客，丞相府的牌匾也换成了飞府。收到消息的妃子笑眼里闪过了一丝不耐烦，不见，让人打发了。小王妃，王爷让小的传话，说小王妃可以见一见大将军。没空。大将军吃了一个闭门羹，一连3日，欧阳飞婷都来九王府，想要见见小王妃。大将军，本王妃已经和飞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也不想和飞家牵扯，恐怕是要让大将军失望了。大将军，飞家的事情已经和本宫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以后飞家的人和事，麻烦都不要来打扰本宫。什么飞家的人啊？王妃的本名也叫欧阳笑，确实和飞家的关系不大，哥已经另外买了一处宅子，等空了你以后看看怎么布置你的院子。几个哥哥商量了一下，主院留给你，你二哥和三哥在回来的路上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等等，欧阳飞婷，大将军的名字叫欧阳飞婷，是娘亲欧阳菲菲的姓氏。其他2个哥哥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你二哥叫欧阳业，独自一人在江湖上闯荡；三哥叫欧阳希，一直跟着一位隐士高人在学医术。娘亲就生了咱们兄妹4人。当年娘亲被仇家追杀，不得已把哥哥3人分别安顿好后，隐姓埋名嫁给了飞傲天。那时候娘亲已经3月有余了。接盘侠呀，飞丞相是靠娘亲才登上了丞相之位，是这样吗？是，娘亲为了保护肚子里的你，不得不忍辱负重。当时是飞家主动提出来要娶娘亲的，衡量再三，娘亲才答应了这件事。事后你又觉得对不起飞傲天，所以才用手里的势力给飞傲天谋划了丞相之位，想着生下小孩后就带着小妹离开。哪知道娘亲因为逃亡动了胎气，生产时难产而死了。好，很好。好一个飞傲天和苏月华。小妹，大哥确实对不住你，不知道他这么对你，大哥很惭愧。王爷，小王妃，飞老爷子服毒自尽了，时日不多，派人来想要见王妃最后一面。走，去丞相府。大小姐，您来了，老爷等您好一会儿了。妃子笑一个人去了飞老爷子的后院。据说老爷子早年间就给自己安排好了后路，这断肠草毒他也是早就准备好了。妃子笑站在屏风后面，眉头微微的蹙了起来。小王妃，您过去吧，老爷要是知道您来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老爷，救王妃来了，您睁开眼睛看看。扶老夫起来。好，老爷。侍卫艰难地把飞老爷子从床榻上扶起来，明明坐起来都困难的人，可偏偏倔强地要起身。
扑通一声，飞老爷子跪在了妃子笑面前。笑，爷爷对不起你，没有护好你，爷爷愧对你娘亲，愧对主子。笑，爷爷不求你原谅，爷爷罪有应得。笑，这是8级解毒丹，可解百毒，给老爷子服下吧。爷爷，事到如今，笑还愿意叫我一声爷爷。笑真的是个好姑娘，可惜飞傲天那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，竟然恩将仇报，这么对待笑。8级解毒丹，这可是天才地宝啊！一枚8级解毒丹可解百毒，即便是这么厉害的断肠草之毒，同样可以解。只要服用下去，飞老爷子身上的毒就可以解除掉了。小王妃她……就在侍卫接过丹药，把老爷子扶起来，抱上床榻后，打开了琉璃瓶子，想要喂解毒丹。可是飞老爷子紧闭着嘴巴，硬是不愿意吃下去。他求死的心决绝到了极点，一心求死，再好的丹药救不了一心求死不想活下去的人。想就这样死了，一了百了，你这是在赎罪吗？你这是在逃避，懦弱到了极点，以为一死了之这事就完了？不可能的。飞家罪大恶极，死对于飞家人来说只是解脱，不是想赎罪吗？那就好好的活着，生不如死的活着，才是赎罪的方式。是死是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丢下这话，妃子笑转身就离开了。他没有把握，不知道这激将法到底行不行，也只能试一试了。妃子笑，你个心思歹毒的毒妇，对我爷爷做了什么？别以为你是九王妃就可以在圣王朝为所欲为。妃子笑，我爷爷和哥哥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和你没完。你给我等着。怎么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？几天不打，你就开始上房揭瓦了？和本宫没完啊？怎么个没完法呀？还想毁容一次吗？你……妃子熙拟了半天，硬是后面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出口，已经被气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行了，本宫在炼丹大会上等着你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光明正大的赢本宫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丢下这句话，妃子笑就去正殿找九王爷和欧阳妃婷了。3个人从原丞相府走了出来。哎，小妹，要不回家去看看，看一眼，哪怕去看一眼也好啊。去吗？丫头，走吧，一同去看看。这房子的地契，大将军几日前就送到府上去了，所以这宅子的归属是你的，自家宅子还是看看为好。他的房产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在妃子笑诧异的情绪中，一行人来到了欧阳府，哪知道刚走到门口就被一群商贩围住了，1个2个全都来找妃子笑讨债的。还钱！小王妃，这是工钱，麻烦结一下。丫头，小心！放肆！大胆刁民，竟然敢围攻九王妃，给本将军拿下！欧阳妃婷一开口，他身边的带刀侍卫直接把那些刁民围住了。王爷王妃明鉴啊，草民们只是想拿回工钱而已，草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全都等着这工钱活命啊！要不是不得已，好民们也不敢惊动王爷和王妃啊！而此时，欧阳府里一个穿着常服的士兵走了出来，看到那些刁民闹事，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你们的工钱不是不结算，只是让你们等上几日罢了。等欧阳将军领了这个月的月俸，就会给大家工钱了。你们这天天来闹，没钱怎么给你们结算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副将欠老百姓的工钱不付银子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小昭，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私吞银钱了？为什么欠着百姓工钱不付银子？拿去，先把老百姓的工钱付了。将军，这只有100两，不够付工钱。不够？前几日本将军不是把身上的银票都给你了吗？这就用没了。将军，买宅子银票就花完了，还欠了卖家500两，等着您这个月的月俸下来才能付清楚呢。刹那间，欧阳妃婷脸色更黑了，眼底闪过了一丝尴尬。她让小妹夫来看房子，哪知道遇到这么尴尬的事情，让原本淡定从容的大将军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。
本将军以往的月俸呢？怎么会没钱了？每月的月俸去哪儿了？按照朝廷的俸禄来算，欧阳飞庭是大将军，每个月的月俸必定不少。再说了，大将军没娶亲成亲，更没有老人要赡养，孤家寡人一个，用不了那么多银子，吃穿都是吃军饷，完全没有用钱的地方。将军，您每月月俸是600两，其中550两每月都会拿给丞相府去补贴小王妃，剩下50两您用来请将士们喝酒，所以您每月没有任何的余钱。买宅子的这几万两是当年夫人留给您傍身的银子，在探亲前小的给了将军，将军随后又给小的去买宅子，您能支配的银子所剩无几，所以咱没银子付工钱，还得等到这个月月俸下来才能支付。此刻欧阳飞庭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，甚至不敢和妃子笑对视。早知道是这个情况，他就不让小妹今日上门来了，脚趾头都快抠出一个3进3的大宅子了。从丞相府出来，妃子笑和九王爷坐马车，欧阳大将军骑马。马车里，九王爷给了妃子笑一封信件，里面是原主3个哥哥生平的资料。大哥欧阳飞庭独自参军，靠一己之力从小卒一步一步地往上爬，这才成为大将军。先把工钱付了吧。哎，小妹，不用了，大哥有银子，再过几日月俸下来了，大哥就有钱了。大哥怎么能花小妹的银子呢？你还是收起来吧。哎，不行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先把工钱和房屋卖家的钱付了，不够的银子晚点小九会送过来，该花的不要省。府上的牌匾换一下。谢小王妃。小周，把银票放下，还给九王妃。男人要有骨气，这是军令。哪知道小昭并没有理会欧阳飞庭，一个箭步走到了几米开外，并且招呼着那些匠人跟着他去钱庄。将军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不用小王妃的银子。将军有银子付匠人的钱吗？反了天了！这副将真的是反了天了！现在竟然不听令了！大哥是想打肿脸充胖子？你身上能拿出10文钱吗？但凡你有银子，匠人也不会冒死找上门来要钱。玉峰，找匠人去大将军府上帮忙，3日之内完工。是，王爷。妃子笑抬头看着司徒涵，眼底没有任何的情绪，但是一切却在不言中，四目相对。你大哥不就是本王的大哥，帮衬一下，应该的。一早，妃子笑就乘坐九王府的马车，低调地现身在了比赛评级现场。第一场是挑选药材，一组10个人要在指定的时间内从地上一大堆的药材中找出标签上的药材。哪知道冤家路窄，妃子笑竟然和妃子熙分到了一组，而他们2个抽到的药材名单也差不多。妃子笑，只要我能考上6级丹药师，妃家就能翻身了，到时候我会第一个收拾你。是九王妃又怎样？我倒要看看谁能护得住你，咱们拭目以待，手下败将。面对妃子熙的挑衅，小王妃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绪，因为结局已经注定了。在紧张的气氛中，第1轮考核开始了。开始考核以后，妃子熙也没时间理会妃子笑了，因为她抽到的药方很难，有2种药材很难辨识。倒是妃子笑整个人漫不经心到了极点，她提着篮子不以为意的围着那一大堆的药材转了一圈，脸上的表情越发的淡漠了，一点都不像来考核的样子。就这态度也想成为丹药师，简直是做梦。妃子笑这态度就是来打酱油的，根本没把考核当回事儿。几个考核的丹药师看了一眼妃子笑衣袍上的号数，然后在文书上找到了对应的名字，二话不说，干净利落的用笔把他的名字划掉了。该死的，这些什么狗屁考核导师竟然敢直接划掉我师傅的名字，简直是有眼无珠。气得黄药神想要扯掉脸上的面具，直接去质问那几个孙子。可黄老头不敢呢，因为在来的路上，妃子笑就吩咐过了，让他不要节外生枝。眨眼间，妃子熙的考核完成了，提着篮子朝着主考台走了过去。这时，妃子笑动了，他朝着药材堆走过去，随便捡了几味药材，也结束考核了。卡点刚刚好，和妃子熙一同把篮子放在了主考台上。
几个考核的导师懒得看妃子笑一眼，拿过妃子席的篮子，就开始一味药一味药的对起了考核标签。10几味中药材，当考核导师核对到一半的时候，眼底满是炙热的兴奋。都对了啊！几个导师看着妃子席的眼神炙热到了极点，就凭这一项的成绩，几人就恨不得把妃子席收入徒弟。这丹药大会的考核也是圣王朝丹药门的入门考核，随后就要核对妃子笑篮子里的药材了。这就交答卷了？随便捡几味药材就来交答卷，这是什么敷衍态度？简直就是浪费所有人的时间。这位考生，你直接弃权吧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后面还有考生等着核对药材出成绩呢。我要考一个8级丹药师来玩一玩，弃权？我为什么要弃权？理由呢？这谁还真是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想啊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这女子是患病了吗？怎么不说要搞一个丹药门的宗师来做一做呀？直接让全宗师让位得了，哼，真是搞笑。这女人是有妄想症，特意来砸场子的吧？导师，这是我姐姐，她最近感染了风寒，脑子可能有点不清醒，还望导师海涵。姐姐，你还是回府去相夫教子吧。你不会炼丹，也不能因为嫉妒妹妹来丹药门闹吧？这可是丹药门，一个不好可能就要掉脑袋。姐姐还是先回去吧。什么？不会炼丹，也不懂什么药理，来参加考核只是嫉妒妹妹而已。这女人的嫉妒心真可怕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。难怪她考核的时候见妹妹交了答卷，就赶紧从药材堆里随便找了几味药材来凑数，就提交了。哼，时间上也要赶超妹妹。弃赛吧，别浪费大家时间了。这种女人啊，就适合相夫教子。相夫教子都不行，要是娶这女人为妻，恐怕家宅难安呢。对，还要考8级丹药师，要不丹药门宗师也让他来做算了。滚吧，赶紧滚！有没有搞错？劝小王妃退赛，小王妃当丹药门的宗师有何不可呀？即使丹药门的玄宗师，在小王妃面前也不算什么，这几个小喽啰导师算什么？少看不起人了。黄老头也坐不住了，脾气一上来，他忘记了妃子笑的嘱托，直接揭开了面具，走到了妃子笑的身边。岂有此理！你们这些黄齿小儿，竟然诋毁老夫的师傅，简直不知死活！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道歉，都给老夫师傅道歉！这是结伴来砸场子的。劝妃子笑退赛的那个导师，让人去把朝廷派下来的大臣请过来，要把妃子笑和黄老头这2个砸场子的人打入大牢。当那大臣带着侍卫气势汹汹地来到现场时，这女子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面熟，太面熟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元妃丞相家嫡出的大小姐妃子笑吗？当初在大婚当日拒婚5皇子的那个，没几日就嫁给了当今9王爷。9王妃呀，这是，难怪这么面熟。不敢想。这大臣还有一段距离到达考核现场的时候，糟了，肚子疼，你们等一下啊，本官先去一趟茅厕，等着啊。本官没来，谁也不能轻举妄动。哎呦，肚子真疼啊！那大臣一边交代事情，一边捂着肚子离开了。而此时，考核现场更是热闹了。什么？你们要请我师傅出去？你招了衙门的人？你们是脑子都有问题进水了吗？什么丹药门的人，恐怕都是智障吧？我师傅能来参加这丹药大会，你们就应该烧高香了。1个2个，是不是没见过甄大佬啊？今日就让你们开开眼界。老夫真想一人赠送你们一把毒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吵？这是丹药大会，不是集市，这么吵闹成何体统？师叔，这不是那谁吗？这是看戏。师伯，这是我姐姐交过来的答卷，
他不懂药理，只是认识几种简单的药材罢了，所以导师们想要我姐姐退赛，但是我姐姐坚持己见，这才闹了起来。我姐姐就是这个脾气，还望各位导师海涵。本导师让你说话了吗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本导师最不喜欢自作聪明，还喜欢耍小聪明的人。被怒对了几句，妃子熙的脸一瞬间爆红，尴尬到了极点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丹药考核规矩，你们几个不明白吗？丹药门规定考核时不能提前交答卷了吗？你们要做的就是看有没有违规，最后核对药材就行，其余的事情需要你们费心吗？多年不见，这臭小子看上去是眼多了。一群不懂慧眼识珠的人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老夫开始怀疑丹药门是不是浪得虚名了。这丹药门总算有个明理人了。黄药神，这等等，那考核的姑娘是黄药神的师傅，一代药神的师傅，不就是药圣了吗？小子，还记得老夫吧？老夫师傅的成绩就由你来核对吧。老头儿，你知道我们师叔是谁吗？小小一个考核生的考核成绩，竟然要让丹药门的师叔亲自来核对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不过几个呼吸的瞬间就能把标签上的中药全都找出来，这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就他那成绩，药材有1半的命中率，就算他运气好了。前辈，下面的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前辈，还望前辈海涵。晚辈这就去核对成绩。师叔竟然还亲自去核对这考核生药篮子里的药材，舍不得舍不得，怎么能让师叔亲自动手呢？那几个导师也是眼疾手快，赶紧拿起了妃子笑的药篮子，拿出里面的药材和标签核对了起来。原本嫌弃故意遗忘的药篮子，此刻成为了香饽饽。几个导师争先恐后的去核对成绩。去，赶紧去通知宗师，就说黄药神来了，快去呀！丹药门的宗师和药王谷的药神是同门师兄弟，一人成为了一代药神，一人成为了丹药门宗师。什么？黄药神？哎，等等，黄药神就那小姑娘师傅？什么师傅啊？一代药神的师傅，那不就是药圣了吗？这小姑娘这么厉害的吗？医术和炼丹术双绝。哎，那小姑娘的妹妹，不是说她不会什么药理，不懂医的吗？离谱了，不懂医能成为一代医神的师傅？所以不要轻易相信一个女人的话，还是一个漂亮的恶毒女人。那些打在妃子熙脸上的目光火辣到了极点，鄙夷、不屑、轻蔑。原来这小姑娘她才是披着羊皮的狼，还是嫉妒心最强的那个人吧。因为是几个导师一起核对妃子笑的成绩，当他们把所有的成绩组合起来的时候，震惊了。对了，竟然都对了，这成绩逆天了。原本并不看好妃子笑的这几个导师被这成绩狠狠地打脸了。而这时去报信的导师带着他们的宗师和九王爷一起从丹药楼出来了。九王爷，拜见九王爷！九王爷千岁千岁！在妃子笑的骨子里就没反应过来要行礼这事儿。黄老头拉了拉他的衣袖，这才回过神来。丫头，过了，这就是丹药门的玄宗师，以前暗楼的丹药就出自他之手。不是想知道谁断了你的财路吗？罪魁祸首就在你面前，本王的王妃。什么？小王妃就是能炼制出8级9转金丹的人？黄老头这不要脸的货，竟然拜小王妃为师了。这糟老头怎么这么坏呢？怎么事事都在他前面呢？当年在师门，那些师叔们就喜欢他多一点。不行，他也要拜师才行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弟一拜。这什么情况？丹药门宗师不可一世的存在，竟然拜一个小姑娘为师？黄药神和玄宗师都疯了吗？这小姑娘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是有很强大的身世背景？为什么2个大佬都要争先拜她为师啊？这也行？他只是一个来考核的考生而已，只想低调的考一个丹药师。你什么意思？诚心和老夫抢师傅是不是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依旧让人讨厌。来，走开走开！我师傅不收徒弟了，他已经有我这个药童了，不需要人帮忙了。什么？
药童？什么药童？是字面上的意思吗？黄老头竟然这么拉得下脸面，竟然只是一个小小药童。黄老头，你只是一个药童，你有什么资格替主子说话？你有药童的样子吗？主子都还没有开口，你就逾矩了，一点都不懂得尊师重道。再说了，你有修为吗？当师傅有危险的时候，你能打能保护师傅吗？本宗师能保护师傅，咱们各司其职，不是很好吗？丹药门的那些导师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丫头，还要继续考核吗？要是不想考核了，咱们回王府。妃子笑转头，目光搜寻了一下妃子熙。该死的，明明妃子笑没什么本事，但是靠着九王爷的背景，竟然收了黄药神为徒弟，玄宗师也要拜妃子笑为师。妃子笑何德何能？不就是嫁了一个好夫婿吗？如果没有九王爷，妃子笑什么也不是。可现在九王爷竟然给妃子笑找了2个陪演，有黄药神和玄宗师坐镇，妃子笑不需要考核，他就是赢家。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很厉害的丹药师了。如果妃子笑实打实的考核下来，成绩不一定有我的好，到了炼丹的环节就见真招了，妃子笑就原形毕露了。行，考核那就继续吧，继续考核吧，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，要不然你先回家。唉，他家小丫头总是这么善解人意，可是他不需要他这般懂事呀，懂事到时刻都不需要他，出了任何事情都是想着自己一个人解决，所以他这个夫君只是一个摆设吗？不行，他要让小丫头慢慢的学会依赖他。所以妃子笑考核的时候，九王爷就在马车里坐着等他，一晃就到了第3轮考核。这一次的考核题目分为3个等级的成品丹、生机丹，考生们可以自主选择生机丹的等级，初级、4级、6级生机丹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是九王爷的手笔，这招真是够骚的呀，也够膈应人。这生机丹简直就是妃子熙的痛。故意的，妃子笑这个贱人就是故意的，该死的小贱人。思量了一番后，妃子熙果断选择了4级生机丹。妃子笑不想节外生枝，见妃子熙选择4级生机丹，也就选择了6级生机丹，只需要力压妃子熙就行了。确定了考核项目，考生们就提着药篮子去选择药材了。既然要成为丹药师，丹药炉是必备的，大家都用自带的炼丹炉和所需要的仪器，妃子笑也不例外。这时丁姨娘把妃子笑所需要的仪器都从马车上拿了下来，按照妃子笑以往炼丹的习惯给她摆好。她还活着？丁姨娘怎么还活着？她不是被府里的家丁打得只剩下半口气后，和她身边的贱丫鬟一起被丢出去了吗？按照当时丁姨娘的伤势，最多只能活半日，可为什么她还活得好好的？腿？丁姨娘的腿竟然痊愈了，难道是妃子笑这个贱人救了她？不对，妃子笑没有这样的本事，应该是九王爷的人救了丁姨娘，贱人就是命长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丁姨娘竟然还没有死。当丁姨娘把妃子笑炼丹的器具摆出来的时候，这么多的仪器是炼丹药用的吗？各种形状的琉璃杯是用来干什么的？丹药师炼丹不是只需要一个丹药炉吗？为什么这个小姑娘需要这么多仪器啊？用琉璃瓶炼丹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丁姨娘把器具摆好以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准备留下来当药童。但是这时黄老头动了，直接抢了丁姨娘的活儿。就当黄药师熟练处理药材的时候，妃子笑拿出了他的炼丹炉。九鼎炼丹炉，这是传说中的九鼎炼丹炉吗？天哪，这也太豪横了吧！这九鼎炼丹炉可是上古时期的法器呀，小王妃竟然用它来炼丹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自从用了这个炼丹炉以后，再也没有发生把整个王府掀翻的事情了。这炼丹炉是九王爷随手送给小王妃的礼物，让她用用看，好不好用，要是不好用再换一个。唉，人比人气死人呢。这炼丹炉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，
这药材是这么处理的吗？不用过滤杂质了，只是6级升级丹而已，随便处理处理就行了。好。等黄药神处理好所有的药材，妃子笑开始炼丹了。不就是6级升级丹吗？炼吧。坐下来，妃子笑就开始炼丹。一炷香过去了，当所有考生刚刚处理完手里的药材，准备炼丹的时候，就闻到了一股药材的药味。那味道带着淡淡的香味，那不是药香味，反而像是花香，沁人心脾。成丹了，还在处理药材啊？唉，真慢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他已经成丹，考核完成了。原本需要等考核结束的时候才揭晓答案，可妃子笑直接揭开了炼丹炉的盖子。他不需要进丹药门，也不需要这个考核的成绩，妃子熙进不了丹药门就够了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一炉子粉色的东西是什么呀？是丹药吗？天哪，竟然真的是丹药！但是这味道又不是传统生鸡丹的味道，倒是好像有一点像是玫瑰花香的味道。这也太好闻了吧，沁人心脾。可此刻闻着那熟悉的香味，妃子熙一脸不可置信。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，他的丹药炉里是满满一整炉的丹药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妃子熙还在处理药材，等他抬起头来，其余的考生都已经在炼丹了，他这才慌了神，慌慌张张地开始炼丹。妃子笑余光一直注意着妃子熙，见他连续放了3味中药进炼丹炉里，他心里就有了答案。妃子熙炼不出4级升级丹，也不可能成丹。一炷香以后，考核的时间到了，没有成丹的考生也不用再炼制丹药了。时间到了，预示着考核没有通过。而就在考核时间到的时候，妃子熙卡着点儿的完成了炼丹。可当他揭开盖子的时候，傻眼了。炼丹炉里一盘散沙，所有的中药混合在一起，成为黑乎乎的一大团。哈哈哈哈，失败了，他竟然没有成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不管多么努力，终究比不过妃子笑这个贱人？为什么？这一暴击，妃子熙情绪崩溃了，他甚至不等成绩公布，转身就离开了，一边走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。跟上去，知道怎么做吗？知道。话音落下，小九追上了离开的妃子熙。王妃已经处理了。知道了。来之前，妃子笑就给了小九一种致幻的毒药，妃子熙竟然疯了，那就疯得彻底一点吧，一点翻身的机会都不要有。而这边衙门已经给妃子华语定罪了，株连9族的大罪，但是念在妃子华语从军有功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整个妃家的人都被流放了，从此不能踏进圣王朝一步。而在此之前，欧阳飞庭快一步去户部，把他们3兄弟的户籍改了。欧阳飞庭问过妃子笑了，小妹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，已经叫这个名字习惯了，也就不用改了。欧阳飞庭觉得亏欠小妹，也尊重她的意愿，所以就直接改了兄弟3人的姓，都跟着娘亲欧阳菲菲姓。实际上妃子笑不改名字，是因为她前世就是这个名字，所以不想改。圣王朝竟然这么先进，男女成亲，生儿育女都需要去户部报备。当初欧阳菲菲和飞傲天成亲，只是摆了宴席，并没有去户部登记。原本大将军想把小妹的户籍变更到欧阳家的花名册上，哪知道这一查，大将军傻眼了，小妹的信息早已经登记在了九王府的花名册里，身份九王妃。妃家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丹药准备的差不多后，一行人上路了。当务之急是先去九幽森林找冰心黑莲，把九王爷身上的剧毒解开再说。带上足够的丹药后，他们风雨兼程，赶了差不多1个月有余的路程，总算是到达了九幽森林的外围了。而司徒涵手上的地图到了外围就没用了。公子，我们是大兴国赤霄宗出来历练的弟子，师兄让我来问问公子，能否在公子旁边的空地安寨扎营，
这空地是玉峰他们几人刚刚开采出来的地方。这女子也真是好意思开口，理所当然的想坐享其成。凭啥？凭她长得如花似玉？司徒涵低头正小心翼翼的给妃子笑剥野果子的皮，就好像这才是头等大事一样。他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。公子，您看天色已晚，我们也不好再找地方了，要不你让我们待一晚，明日上路，我让师兄弟们带着你们一起走。毕竟人多有个照应，不是吗？慢点吃，里面有果核。姑娘，你看，你们队伍里只有一个女子，我们师门也只来了我一个女子，我们结伴而行，路上也有一个伴，你看可以吗？小九呢？小九就这样被无视了？不能，不需要。玉峰，是主子，姑娘请吧，我们不需要结伴同行。你要是想留下来过夜，就去那边直接开荒吧。上官婉儿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尴尬到了极点。这是他第一次搭讪吃瘪。师妹，没关系的，放心吧，即使是咱们没了物质，师兄们也不会饿着你的。再说了，现在结伴而行，到时候抢宝贝的时候依旧要翻脸，何必呢？妃子笑和司徒涵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。吃了点干粮，天色暗了下来，妃子笑有了点困意，靠着司徒涵就睡了过去。而这时危险来临了，这个地方有10几个势力驻足，到了后半夜，有2个势力竟然对其他势力发起了攻势。很快那10几个势力就打了起来，刀光剑影。没想到那群人也丝毫不畏惧赤霄宗，直接杀了过去。乖，睡吧，有我在呢，没事没事。司徒涵轻拍着妃子笑的后背，低哄着，对着玉峰他们打了一个手势。谢谢公子相救，我大师兄受伤了，公子能不能借点金疮药？他日有用的地方，赤霄宗必定义不容辞。姑娘，请离开，吵到我家主人睡觉，杀无赦。上官婉儿傻眼了，所以这群人出手不是为了救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打斗吵到了这女子睡觉，这就是救他们的理由。在玉峰的驱逐下，上官婉儿只能是扶着他大师兄往旁边而去，但是又不敢离得太远，怕刚刚那波人又杀回来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样？你别死啊！大师兄，你别丢下婉儿一个人，我害怕。大师兄，谁能救救我大师兄啊？乖，别哭，我没事。大师兄，你等等，我去找人救你，我去求他们救你。别去，别招惹他们，放心好，找师傅。好，找师傅。心好大呢，我的心好大呢，为什么找不到了？我找不到，心好大。小九，还魂丹问他们买不买？1万两银票。是，主子。小九拿着琉璃瓶朝着上官婉儿他们走了过去。8级还魂丹，1万两银票，买不买？走开！你们都是一群见死不救的人，怎么可能帮我们？再说了，谁会1万两把还魂丹卖出来？走，你走开！我已经通知师门的人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了。几个呼吸的休养，那男子好像恢复了一点力气，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却把右手抬起来，慢条斯理地朝着小九伸过去。大师兄，他们都是冷血的人，怎么可能用还魂丹救你？再说了，整个玄月大陆都没有几枚8级还魂丹，他们怎么可能有？这诺还魂丹也不会拿出来卖钱，这恐怕是有诈吧？对，他们就是拿假丹药来骗银子。大师兄，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小王妃需要骗银子，哼，真是搞笑了。买不买？要买你就摇摇手，现在没有银票也可以，等你恢复了，双倍奉上就行。慕容芳曦在小九的话音落下，真的摇了摇手。大师兄，你再坚持啊！师门的人马上就来了，你别被骗了，他们就是骗子。大师兄，你相信婉儿。小九懒得理会上官婉儿，
直接打开了装丹药的琉璃瓶，把里面的还魂丹取出来，干净利落地喂进了慕容芳曦的嘴里。小九把琉璃瓶丢在了慕容芳曦的身上，转身就离开，去复命了。慕容芳曦吞下了丹药，又吐了几口鲜血，整个人疼得在地上打滚。站住！你才是杀我大师兄的罪魁祸首，我要你死！刹那间，强者的威压往外释放，杀气弥漫。失去理智的女人很可怕，上官婉儿竟然要找死，那他就成全她吧。姑娘，请手下留情，小师妹以为我死了，才会对姑娘大打出手。等明日我恢复了元气，必定带小师妹登门道歉，还望姑娘海涵，留她一命。没死，大师兄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师兄竟然没有死！大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我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你要抛弃婉儿一个人了。你没死真好。明日把银票送过来。第二天竟然下了一天，这大雨耽搁了他们的行程，大家也在原地留了下来。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雨才停了下来。吃了一天的干粮，有点不适应了。雨刚停，司徒涵就带着妃子笑出去溜达活动了。一只兔子突然从树林里蹦跶了出来，手起刀落，妃子笑把几根金针甩了出去，那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兔子瞬间死亡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王爷今日有口福了。很好，前面有小溪，我们过去把它处理了。好，走吧。这时司徒涵二话不说，竟然飞身朝着小溪中央飞去，对着湖里一击，无数的鱼饵被内力拍晕，浮在了水面上。这也可以？这不是开挂吗？司徒涵，别碰，那鱼有剧毒。有毒？小丫头，你在担心本王？妃子笑沉默着没说话。小丫头，我很高兴，在你心里总算有几分我的位置了。不过这鱼即便有毒，也伤害不了本王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，我身上本来就有剧毒，这鱼的毒有我身上的毒厉害吗？你的夫君早就已经百毒不侵了。十手不沾阳春水的九王爷竟然开始屁颠屁颠的处理野兔。是。两个人处理好了野兔，就回到了原地。王爷，属下来处理吧。不用。王爷竟然要自己烧烤，这吓得一旁的玉峰和玉殿两个人赶紧的往丛林深处而去。他们要去找食物，要找很多的食物。九王爷和小王妃竟然饿到都自个儿动手了，显得他们下属太没用了，竟然要主子亲自动手，完犊子了。丫头，是想让本王为你服务吗？你再教我烤兔肉。既然丫头这么想吃本王亲自做的食物，本王就勉为其难，为小王妃做一次膳食。狗男人，又开始狗了。丫头，饿了？再等等吧，3个呼吸就可以吃了。好，他甚至在心里盘算着，等身上的剧毒解了，回到九王府，他就开始研究菜谱。久而久之，他必定能把小丫头拿下。香，真的太香了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！他何德何能，竟然被一个男人宠上天？难道是我看走了眼？这位公子看上去雍容华贵，是富家子弟，其实就是一个窝囊废，一个剧内的窝囊废。难怪他害怕把那个姑娘吵醒。原来夫妻可以这般相处，相濡以沫，相亲相爱。这时玉峰他们也打了很多的野味回来，赶紧处理好了烤上。丫头，你放中药材了？放了一点点。他配置的烧烤粉不过就是一些卤料的配方而已。大师兄，我饿了，你能不能去找他们讨点吃的？我有点坚持不住了。谢谢公子姑娘，不计前嫌出手相救。姑娘，这是在下仅有的3万两银票，虽然这远远不够买1枚8剂还魂丹，但是姑娘请放心，这恩情在下时刻铭记于心，等他日必定双倍奉还。小九，是主子。小九从慕容芳曦的手里接过了银票。公子，银货2器，2不相欠，公子请回吧。慕容芳曦抱拳离开了。上官婉儿看到他2手空空，大师兄，是对方不愿意给我们食物吗？他们这些人怎么这样？
明明有那么多的食物，为什么就不愿意给我们一点点呢？真是没有一点点同情之心。小师妹，你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去打猎，何必伸手问人要呢？嗟来之食，不觉得可耻吗？刹那间，上官婉儿委屈到了极点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整个人看上去可怜兮兮的。可是我是女孩子，这种事情不是应该男子去做吗？再说了，这是九幽森林，有猛兽出没，万一有危险怎么办？大师兄就不怕婉儿受伤吗？要是以往，上官婉儿掉2滴眼泪，慕容芳曦就心疼到不行。可是经历过昨天的事情，她恍然明白了。小师妹，要吃就自己动手，没有谁有义务帮你。我受伤了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慕容芳曦在一旁的草地上坐下来，拿出包袱里的干粮吃了起来。那只是干粮做的饼子，吃起来如同嚼蜡。听到慕容芳曦这话，上官婉儿眼底的泪水突然掉了下来，整个人委屈到了不行。可即使这样，慕容芳曦依旧无动于衷，直到天黑了，赤霄宗的人才找了过来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你们怎么弄成这样了？其余的师兄师弟呢？上官婉儿只是一个劲儿的哭，没有说话。慕容芳曦更是难以启齿。当端木磊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后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那眼神仿佛要剜了上官婉儿一样。大师兄回了师门，你自己去请罪吧。当务之急是咱们要先离开九幽森林。好，一群人连夜就往九幽森林的外围走了。这日明明是晌午的时候，妃子笑和九王爷背着背篓，采了1背篓的菌类，准备美餐一顿。就在回去的路上，谁在引雷？等等，是玄宗师！完了，快点！这个时候天雷已经要下来了。什么？天才地宝终于到现实了吗？怎么是东南方啊？难道之前感应的方位不对？天才地宝的位置在东南方。也在这么一个时间，所有的高手观察天雷的方向，不约而同的提气朝玄宗师炼丹的位置飞了过来。来不及了，第1道天雷下来，中途天雷就不会断。御风、御雷，摆阵，准备迎敌。火候、车真气、用余温，可以了。再用3个吐纳的真气，对，就这样。可至今为止，没有任何一个丹药师能够炼制出来引灵丹。玄宗师紧张到了极点，凝神聚气，第2道天雷要来了，稳住了。第2道天雷下来，九幽森林的那些强者已经赶了过来，就在100米开外，一场厮杀开始了。阁下是谁啊？方便透露吗？滚！抱歉，打扰了。一个地阶巅峰的强者提气，直接朝着九王爷攻击了过去。刹那间，司徒寒全身满含着顶级强者的威压，一掌朝着那男子劈了过去。这也行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地阶巅峰的强者直接被秒杀，一掌击飞了。这男子到底有多强啊？九王爷强者的威压一释放出来，修为稍微有点低的武者根本承受不住这威压，扑通一声，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，身体瑟瑟发抖。不行了，我已经不行了，要爆体而亡了！难道这男人的修为是天阶巅峰？不可能！难道这位男人的修为已经超过天阶巅峰了？啊，对，很有可能啊。这个男人是什么？但是为什么他没有飞升去上界，而是一直留在玄月大陆呢？第2道天雷下来以后，玄宗师勉强能接住。第3道天雷他根本接不住了，如果接不住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必定会单毁人亡。让开，我来，你去处理伤口。他不能让师父替他受罪。妃子笑站在一旁，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直接抢过了玄宗师怀中的丹药炉，席地而坐，运气继续开始炼丹了。好强啊！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这么强大。是他，圣王朝的九王爷，传说中让人闻风丧胆的地狱修罗，玄月大陆的王司徒寒，在下赤霄宗宗主狄洪峰，拜会九王爷。什么？九王爷？这个男人真的是传说中的九王爷吗？司徒寒感受到第3道天雷明显增强了力量。小丫头，下界最近怎么回事啊？
竟然有人频频触发天雷，这是近期有丹药师炼制出高级丹药了。另外一个男子摇头，也是一脸的懵。不知道，我也是听到雷声，所以过来看看，还以为是下界的道友要得道飞升了。下界的人飞升？别开这样的玩笑了。再过300年，看看下界有没有人飞升吧。之前不是有尊者下去看过吗？下界没有一个有天资的人。走，我俩去喝酒，看什么热闹啊？估计也是雷声大雨点小，那些小喽啰掀不起什么波澜来。可是走了几步，其中一个男子回头看了一眼云层，男子伸手一弹，一团灵力球直接进入了那聚集的云层中。小丫头，小心！就在第3道天雷下来的时候，司徒寒满含着灵力的一掌直接朝着那天雷迎了上去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伴随着闪电，2股力量正面抗击，谁也不让谁。那道天雷被司徒寒击开。太不可思议了，九王爷竟然强大到可以和天雷抗衡了。这小丫头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哪里疼吗？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受伤了？内伤吗？是不是很严重了？别担心，本王没事的，真的。他受伤了，受了极重的内伤，怕我担心，所以不让查看，是这样吗？别动！一瞬间，司徒寒不敢动了，任由妃子笑为所欲为。这丫头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真的没事，只是刚刚运真气的时候，体内毒素翻涌，顾不上去压，气血攻心才吐了一口血而已，没什么大碍的。妃子笑查看了一番后，给司徒寒喂了一颗10级还魂丹，这才放心。在小九的帮助下，他赶紧换了一身衣袍，又服用了几枚丹药才罢休。成丹了，一股药香味在整个九幽森林回荡，久久没有散去。快跑！是吸血魔域兽，说中九幽森林的守护神兽，以神杀神，御魔杀魔。